俄罗斯人刚刚又给美国人好好上了一课，让美国人知道了什么叫俄罗斯只有你被玩的份儿。按照驻欧美军司令部先前通报的消息，一架隶属于驻欧美军的 MQ-9B 死神无人机在从罗马尼亚起飞，奔赴黑海执行侦察任务时失联，后经美军确认是遭到俄军2架苏27战斗机拦截时坠毁。驻欧美军司令部给出的最新说被俄军战机所击落，但并未表示俄军有开火行为，而是被俄军不专业的鲁莽行为撞击导致坠毁。视线转到俄罗斯这边，俄罗斯国防部发表回应声明，这架美军无人机航线是直接冲着俄联邦边境去的，导致俄方判定其为有威胁目标，并升空驱逐监视。2架隶属于俄空天军的歼击机38团的苏27战斗机升空飞赴目标海域，并执行了这一任务。对于接下来美军无人机具体是怎么掉下来的俄罗斯国防部没有做明确解释，只是表示俄罗斯并没有使用武器，没有开火，更没有和无人机产生物理接触。2架苏27在完成任务后顺利降落返航。对比一下美俄两国前后各自通报，我们不难发现一些其中的共同点。比如说，至少在俄军战机没有开火这一问题上，美俄两国的口径是一致的；而在俄军战机有没有撞击这件事情上，美俄两国又表现出了不一的态度。俄罗斯人说没撞，美国人说撞了，到底撞没撞，一下就成了各方关注的焦点。好在这一关键问题并没有持续太久，美国国防部在稍晚一些时候出面给出了更全面的表态。更让人意想不到的是，美国国防部竟然主动选择给事态降温，直截了当表示俄军战机的危险靠近行为不好，美军无人机坠落抛洒的残骸碎片也会对俄军战机造成损害这样太不安全了。与此同时，用于模拟事发当时状况的 CG 动画也被同步放出，到底撞没撞这个问题，答案总算是被揭晓。从模拟 CG 动画中我们可以看到，俄军的苏27战斗机确实如俄国国防部所说，没有和美军的无人机发生物理接触，而是在开启加力装置的情况下猛推油门，2台发动机喷射着巨大的尾流火焰，从美军无人机正后方略低一些的高度接近，并在其机腹肚皮正下方抬起头，做爬升姿态，直接给掏了过去。在被俄军苏27战机掠过之后，美军的无人机紧接着就失控失速，打着转，头朝下，一头扎进海里坠毁。事情到这里就很清楚了，美军无人机确实是被俄军战机击落的，但同时又是被俄军以高超的技术，在不开火、不撞击、不干扰的3步方式下给搞下来的。要理解俄军怎么办到的，得先看两边机型的对比。俄军这边是苏27双发重型战斗机，有着即便是放在现代战斗机中都极其优异的气动外形设计，以及2台总推力超过20吨级的带加力燃烧式航发。美军这边的 MQ-9B 死神无人机虽然说在同类型装备中算是顶级高端产品，较之中国的同类无人机也丝毫不差，但其归根到底也不过是最大起飞重量不超过 4.5 吨的小飞机，和苏27一比确实是小巫见大巫。俄军战斗机仗着自己身形巨硕，力大专飞，在开启加力燃烧式猛喷尾流的情况下，直接从无人机肚皮下面贴边爬升掠过，本就是小身板的美军无人机哪遭得住这么一出手从苏272台发动机内喷射而出的高速尾流，直接把无人机吹得当场失稳失速。无人机的气动构型本就不是为复杂机动而设计的，一旦失稳失速，即便动力系统还在运转，想要改平恢复也是难度系数极高，和强调机动性的战斗机完全没法比。这也是为什么美军无人机直接打着转掉进海里，再也没能拉起来的原因。综合以上情况总结来看，此次事故中美军无人机的坠毁方式完全可以说是被一阵突如其来的大风给吹进海里的，只不过这阵风它不是自然刮的，而是从俄罗斯战斗机的航发尾喷口里面吹出来的。另一方面，本次美军损失的这架 MQ-9B 死神无人机虽然是物美，但跟价廉可是一点关系都不沾。按照美军2023财年采购计划，一架 MQ-9B 价格来到了1亿美元，全世界同类型察打一体无人机里就属它最贵。再加上本次美军出动的这架 MQ-9B 还携带了专门的合成孔径雷达吊舱，用以执行对俄军动向的监视任务，好将动态情报及时反馈给乌军那边做出针对性部署。这高性能雷达吊舱本身就价值不菲，虽然不及无人机那么值钱，但美军内部来说至少也得3-4千万美元起步。如此一来，我们就能得出一个结论：俄罗斯人用一架上世纪80年代
诞生放在今天，连2000万美元都不到的老爷机，不费一枪一弹敲掉了连飞机带设备总价值超过1.4亿美元的美军新锐无人机，自己却毫发无损，搞得美国人最后哑巴吃黄连，有苦说不出啊！明知道自己被俄罗斯人给整了，他就是无话可说，到最后甚至还得好心提醒人家啊，这么做很危险，下次别再干了。不得不让人感慨一句啊，对付美国，俄罗斯人还是专业的。更有趣的是，因为这架无人机是在黑海附近坠落，距离俄军塞瓦斯波托尔军港不过几十公里的距离，所以俄海军在事发后第一时间便快速派出舰艇打捞了美军无人机残骸，并将之带走。也是因为这架无人机不是被击落，而是被吹落的，所以完整性非常之高，可供研究的价值相当大。现在美军这架新锐且携带高级侦察吊舱的无人机，应该正在某个俄军的高级实验室里躺着，被大卸八块，完全拆解，里面的各种敌我识别模块、数据链收发端，还有合成孔径雷达，恐怕会被俄军研究并掌握个透彻。其对美军造成的损失远远不止1.4亿美元，后续衍生损失可以预见到非常之大。用赔了夫人又折兵来形容这次事件中的美国人，真的是一点都不过分。在俄军这种不开火、不撞击、不干扰的3步战术首战告捷之后，对于同样时常面对美军战机各种挑衅的我国来说，未尝没有可以借鉴的地方。既然俄军已经做了示范，有了先例，那将来美军要是再蹬鼻子上脸、挑衅越界，那适当的让美国人长长记性也不是不行。